嗨，大家好！哎，大家好。夜深人静的晚上，我们已经回到马来西亚来了，马上整理心情，就想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感受。回来大马的感受是什么呀？我们觉得被马来西亚宠坏了。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在上海，我们活了40多年吧，很多事情觉得就是习以为常，甚至带着惯性思维，觉得说，也许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我们的家园，然后我们已经习惯了嗯生活。可嗯是为什么讲叫被大马宠坏了呢？嗯，在马来西亚生活了3年之后，每次每隔半年回去度假，你就会发现，诶，这些事情怎么跟马来西亚不一样？诶，这不应该就是像马来西亚那样的吗？而为什么它没有像马来西亚这样呢？然后，哎，还算好，我只是在这里短暂的过1、2周，然后我还是要回马来西亚，会哦，有这种感觉。使得你觉得你真正心安的地方，哎，AKA 也就是家的感觉，从嗯。上海已经经过这个3年，慢慢的感觉到就是在马来西亚。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谈，有可能是您没有想到的。第一个是 VPN，第二个与人接触，第三个事业的展开。我们从小到大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说 VPN 先不说上海，但是呢，回到马来西亚，我觉得我是有一种 PTSD 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王太你能不能马上 get 我想说一些什么东西？我猜一猜啊，嗯，是不是早上起来打开某一些 App 的时候，先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 VPN，要不要开？然后你打开那个 VPN 的软件之后，你发现，诶，我现在已经不在中国了呀，我不对。需要了。其实我也不会再刻意的去开，因为一回到大马，第一件事情我就把百度VPN 京东这个一系列的只会在中国使用的程序都已经删除了。在飞机上，我已经把这个 data roaming 切换回马来西亚的号码通话也切换过来了。可是，一旦你用那些 app 的时候，哎呦，你说人很容易被影响，你大脑就会跳说，哎，这个程序要不要用 VPN 我又没有对，开啊。对，我的数据流量还够不够啊？会嗯，不会用完呐？哎嗯。呀，这是一个什么网站啊？到底是外网的被 ban 的还是没有 ban？就是大脑里会有个声音，就这么，我们才回去了3周哎，这个声音就会牢牢的禁锢在你的大脑里，不停的来问你，好像你用那个 YouTube 用 X 会有一种叫什么？有一种偷感，我是偷偷的在用的感觉，居然会有，你有吗？我有啊，强烈的感觉到，就是因为我们要用 WhatsApp，我们做一些嗯，客户服务的这些工作的话，你必须要去连接这个 VPN，对吧？对还有我也算是重度的 AI 的这个使用者，我很喜欢用的一款 Cloud，在中国是连了 VPN 都是连不上的。对然后 Gemini 是看心情，Gemini 的心情好的时候给我用一用，但是啊。有的时候它能 sense 到我是在中国，然后就直接告诉我你所在的区域我们不能够给你提供这项服务。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代表我们生活方式的切换。我是觉得，为什么回到大马，我就会把在中国单独下载的这些 App 全部删掉，就它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2套体系了。而我们习惯使用的最好用的，我第一屏都是各种各样 AI 的软件，然后我们看新闻的，哎，我们用于和人沟通的 WhatsApp，虽然很多大马人认识我，还问我说那要不要加你的微信？不，我说我主要用 WhatsApp 比较多再到像 嗯。Google 等等，好像好用的，还包括 YouTube，对吧？都是在中国不能访问的，然后这些又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哎，就完全是2套东西。啊，是啊，是啊，然后包括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中国的 app，你在国外你还真是没办法享用它的服务，我还不得不去为此就卸载了一些 app，比嗯如说一直看电影、看影评的那个叫豆瓣那个网站，嗯哎，好奇怪，它必须要用中国的这个 嗯，IP 地址好像去登录嘛，哎。这样就不行了。哎呦，我的妈呀！那这个很快，我们讲过，它还是在技术层面，中国呢多少是有一些平替的一些软件的替换者。可是由技术上升到人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到一定的年龄，我们慢慢发现，真正让你舒服的，就是看你和什么人交道，以什么方式打交道就特别重要。在中国，我不知道因为你是在大马生活一段时间了，回去有哪些会让你感到不太舒服呢？嗯。
我觉得看到一些新闻来说的话，覆盖面就不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这样的广。虽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家里面也是没有电视的嘛，但是 YouTube 也好，或者说跟 Facebook，跟我们的 WhatsApp 上面的一些观众的交流也好，你还是能够知道一些这些比较广的这些事情发生。你就比如讲说你在上海的这3周，我甚至都没有从电视屏幕上面看到关于我们国家广西那边发生水灾的这样的一些画面。虽然每啊，天早上都会坐着看一会儿新闻，发现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上海的这种邻里社区里面的事情，嗯，这种全国性的，包括央视，有的时候看上去讲的也不是这些灾害性的画面，反倒是在 YouTube 上面这些网友上传的这些水灾的视频啊，才会比较多。嗯。你会发现说，诶，我生活的这个区域，我的这个世界，还有对于外面发生了什么的这个认知，我是被选择性的泡在了一种糖水里面，觉得岁月静好。因此你跟别人打交道会感受到一些什么呢？就你发现说，哎，我们想稍微偶尔去聊一些所谓的国家议哦，题啊，或者说是国际趋势啊，诶，他们跟你讲的这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啊，跟你讲是不一样的。比如讲说乌俄战争，对吧？我们家里边人就觉得这个是老子打儿子，就是活该，应该要去整理一下，对吧？嗯。就类似于你跟他说完全是两个视角，他们只有一种声音，因为明白，你就发现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再更难的寻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了，对吧？因此我发现到你回到上海的时候是比较宅的，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做做菜呀、看看书啊，对吧？你的家就真的是物理上的这个家，不对对对。是心灵上的一种家，回到上海，对对，那这啊，可能就会又提到另外一个现象，你嗯，就会发现说，你在这生活确实是有很大的便利性，就把你其实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去满足你所有的生活必须。但是你在马来西亚，因为大量的事情是需要自己出门去办理的嘛，嗯。人和人接触多了，其实生活会更啊，丰富多彩。接触也变得多，啊。对，那同时呢，接触的时候，哎，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边界感，也是我们非常在意的。我刚刚说我们到了一是定的年龄嘛，对吧？是，我知道你也碰到一些事情，比方说你陪我的父亲一起去看病的时候，对嗯，吧？我看你那时候反应挺大的，我是有点习惯的哈，我知道会是这样子的，哈哈，啊，哦，很正常嘛，连医生也是这样想，是什么样呢？哎，就是这个门啊开着，那你后面的病人啊，基本上就会贴着你，这边看着你在就诊，可能还不是一个哦，后面的2、3、4号都在这嗯边。你嗯嗯。说中国叫号嘛，叫好的，有很好的排队系统，但是叫到的这些人呢，就在开着的门，就很紧的就贴着你，你当时就有强烈的不适感，对吧？对对对，我啊，觉得我觉得干嘛要跟我离这么近啊？你就嗯咱们哪怕说去 ATM 机取钱，大家都会知道有个1米线的感嗯，觉嘛。就是这些人近的，就是他的身体的某些部位是碰到我的，比如说他的手肘、他的肩是跟我贴着的，那个感觉非常不好。嗯，就这个是一点。第二个你就会发现说，嗯，就我公公，然后坐下来，你们在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不请自来，歘一下冲进来，然后把医生的桌子乱翻一通，说自己的病历卡找不到了，就是非常粗鲁，非常粗鲁。这样的事情发生2次，嗯，对，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不可理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陪他去看病的那一天正好是下雨天嘛，然后大家都打着雨伞，我就发现说，我走在路上不停的啊，被大家用长柄伞说到了，的那个对吧？伞尖，还有就是这个伞的这个雨啊，别人的雨就是滴到我身上，太多太多了。有一些男士真的非常恶心，拿着长柄伞往我身上戳了好几次。啊，我也碰到一个可以分享的事情啊，就我和 Wilson 呢去戏院啊看戏，有一个其他的观众啊捧着爆米花，他的朋友已经到了，他已经迟到了大概有10分钟，进来就很大声的说：“哎，位置在这里啊！”然后他坐下来，坐下来还跟朋友交头接耳，那个声音是蛮响的，就是我的怒气啊也是噌的就上来，我就跟他说：“哎，你不要在这里说话好吗？”结果他比我还凶啊，转头更大声的，完全罔顾电影正在播放，后面还坐着其他的观众啊，然后怎么了？然后哇，把我吓到。后来我跟威尔森说：“走吧，我们还是坐到后面一点去。”因为第二次提醒的时候他又很大声，我就担心啊，我们会发生矛盾。我想啊，这样不划算哈。然后威尔森也告诉我说，不要去跟别人起冲突。我觉得威尔森说的对哈，我是感觉到非常非常愤怒哈。是是是。那我就离开了，因为在中国的这种小小的
演变成摩擦，其实很正常的。而且警察呢也是和稀泥，我觉得比较多，而不是说你碰到别人的手了就是刑事案件就会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也有点害怕。那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呢，与人打交道就有不舒服的地方。对对对，我还想嗯，到我们一起在杭州观看一场吉他演奏会，我看你几乎是有2/3的时间都在非常的这个泄气的左顾右盼，因为确实是非常打扰人哦，各种各样的咳嗽的声音，然后手机的声音、交谈的声音、孩子吵闹的声音，就明显不适合坐下来听音乐会，那特别小的对4岁的孩子在那边吵吵嚷嚷，就是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别人观看音乐会的这种对。真是实在太多太多了。因为吉他的音响是很轻的，它不像一个 symphony 交响乐队很大型的编制，所以你是偶发的，不能控制的。就算了就我旁边啊，就有一位女士迟到了，来先进来问说：“哎，我这个号是坐哪里？”我想你不能自己看嘛，但我还是告诉她了，我说呢在那边。她过去也没有谢谢，一转屁股就过去，坐下来之后呢，她有咳嗽的习惯，她全程啊，我不知道她是来干嘛的，她不看演出，别人在鼓掌，她也不鼓掌。但是呢，他却每隔几秒钟就要重重的咳嗽一下，咳嗽完又要来。我想，OK，你要咳嗽可以理解，那你咳嗽你又不看，你也不鼓掌，你完全是不参与的。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呀？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们欣赏这样的一个天才的吉他演奏家的一个演出啊？真的是完全让匪人没有夷所思，兴趣。对，对对对。好，那么相比较之下，你看回到大马呢，哎，我觉得就会发生很多在人这个事情上啊，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啊。首先你看，我们 Wilson 他回到这个上海的时候啊，眼睛有些红，可能传染。那回到大马，我们嗯去在嗯，小小的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诊所去看病，一个印度医生还是马来人医生的，马来人，马来人医生的一个小小的诊所，只有一两个这个 对。consultation room 的，医生也是关上门，而且别人进来啊，他也会厉声斥责啊，说明隐私确实是重要的，对吧？对，还有就是他觉得是排队嘛，那啊，是我一次只接待一个病人，那像当时，哎，我们一块跟到后面去，他以为我们是下一个病人的话，对他就很严厉的指出来说："你们出去，对吧？"对，这种我们在中国就医生完全已经是习惯了这种言谈，甚至你不是说你有一次陪你爸爸看病的时候，你把门关起来，医生还表示说："哎，啊，不把要关，门开着吧。"不要关，因为他嗯。也觉得说啊，你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医疗的销售啊，或者怎么样在里面，然后别人后面的病人再进出啊，也不够方便，对吧？那我想说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在上海生活有很多的便利，有很多的好，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看到父母，其实是很开心的。以防有人说啊，你怎么又黑这个黑那个？我觉得在讲，我们一直频道讲的是内心的、真实的，这就是我们感受到，就有很多好的地方，可是我不需要去赘述。不过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是真正影响到，我觉得是影响到我们的感觉到自由和生活质量，这个是在大马我们感受到好的，我们就真实的个人的把它给分享出来。对。好，就讲到这个，还有还有我们不好意思，我还想说一嗯，下哦，就是在医院里面，我觉得也还有不能忍受，我觉得非常奇葩的，我在马来西亚医院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插队。插队真的现象，就是你在收费处的地方，我给你爸爸去排队去拿药，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像我爸妈年龄60几岁的中年人，他们完全不排队，就直接插到你面前，这样硬插哦。硬插，这也就算了，还有就是会在这个公共场所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突然之间破口大骂，然后跟别人起冲突，也是特别多，骂的特别特别脏。OK。嗯，那么，我想举另外一个相反的案例啊，你还记得我们回到大马第一顿早餐，哎，我们就选择去这个强记鱼蛋粉吃嘛，嗯嗯，哎，在门口你跟我讲，你碰到的那个卖豆水的 对 aunty，对吧？对对平对对。时他也是新到那个地方摊位的，我们也刚刚认识，经常去买豆水。我看他给你手比划，呃，就是好像是很大这对。样的一个动作，他在讲一些什么东西呢？哎呀，他就是认出来我是已经好久没去了，就很关切的问说："哎，做博这么久没有来，哎，你回宋国探亲了吗？你家里面好不好？有没有淹水哦？"哎，他说："广西哦，我看那个，视频里面刷到那个发大水哦，发的真的是说着说着，然后他就眼睛就红了，他说："我看了好心痛哦，我一直在流泪。"
哎呀，我们两个不是立刻就开始自省了，我对，们你跟我说讲的时候，我就觉好惭得说，愧哦。哎，好像我们都没有流泪，对吧？但我马上就找到一些啊、可以说是借口，也可以说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其实刷到的相应的介绍，也是回到大马看了很多 YouTube 的介绍才发现到的，那个真的很恐怖，很大的水，连很大的城市都遭殃，还真的是有很多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那你怎么能够作为人看到同胞受难，哪怕你看到一个人类受难，不会感同身受呢？不过是啊。在中国，我就跟王太讲，那可能为什么我们没有流泪，我们没有感知到，那个信息是很少的。你可以看到朋友圈里面很少有人在讨论，广西的居民还在刷视频说帮我们上热搜。对，然后包括一方面是你说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灾情关于电视台里面的这个报道是非常少的，然后包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它也一直上不了热搜。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些事情看多了，很多时候就知道这是背后一定是天灾人祸的人祸因素，肯定是在里面的。可能当地的防洪的设备，还有包括在这个洪水来临之前的通知，它一定是不到位的，一定后面又会牵出很多的腐败。然后包括我们捐款过去，会不会又发生这个丑闻？因为我们之前捐款看到太多丑闻了，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熟悉的剧本又会上演，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触动，不会像那位斗水老板这个样子，他的心是软的。对，她也是很淳朴的、很善良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士。回来以后还有人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到很温馨的。你看我们才回来没有几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很想念我们了，是吧？我看你呢，嗯。虽然你刚说你在上海啊，只是闷头看书啊，自己做做菜，不过你回到大马，看起来你的交友圈，比方说你爱烹饪，你那些烹饪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厨艺之友啊，厨友都开始厨友，纷纷的同国同仁，联系你了，对吗？对对。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呀？哦，你别说啊，在上海最忙的哦其实这贯穿这两三周的时间，就是不停的要找一些可以带到大马来的一些中国的手信，要给我这些同道中人们要分享，采购啊，然后要掐着点，然后哪些能不能带，这个真的是够我忙会诊。然后来到大马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给谁，什么时候给他比较好？哎，我跟他约一下好不好？哎，我后来发现都不用约啊，他们都知道我们回来，主动就问我们说："哎呀，我有什么什么东西，我想给你呀，对不对？"啊，说具体一点呢？对，就比如讲说，我们有朋友他是那个做菜特别好的，他就煮了牛肉汤和牛肉面，那你说还配上了面，对啊，吧？都给我们配好了干面，然后跟我说："哎呀，回来了，哎，我要给你送过来，好不好？"当天就跟我联系我。呃，还有朋友，他们家里面是有农场的，里面有种这个竹笋，因为他知道我爱吃竹笋，就他说他家里面已经条件反射了，每一次看到家里面的竹笋长出来了，就会说："哎，你上到 KL 去的话，要不要给你朋友带一点？"他这次又给我们带了好多的竹他们的笋、农场里的榴莲、竹笋啊，榴山竹，莲、山竹，对吧？两大盒对。榴莲，你看我们还没有买，又赶上榴莲的季尾，哇，吃到了他们家自己的这个种出来的榴莲，哇，感到心里是很满足的，对吧？我对。有朋友啊，也邀请我说，哎，他姓梁，他们梁氏的工会马上又会办一个晚宴，他说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马来朋友说，哎，他的侄子要有婚礼，比较远啊，在 RAUB 这个地方毛啊，哎，在劳务那边虽然有点远，但是马来人的婚礼，说有没有兴趣来参加？这回来一两天啊，收到这么多的邀请，哇，这个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很多关心我们啊，就是爱我们的朋友啊，都是在大马啊，那就是让人更安心、更像家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对啊，还有朋友做了这个烧豆，对吧？我嗯，一回来，然后就赶紧联系见面，然后他把他做的热气腾腾的烧豆就是给我们，真对。是太有意思了。对，好，再来第三层，我不是说再上一层，我们要说到事业嘛。那在上海，我们都是辞职了，对吧？我还会去见一些朋友，王太甚至于觉得跟无业人员，跟朋友都已经不是一个圈子了，主动断联，就对，没有在谢绝邀请。虽然我不能理解你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回到大马，你看，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它令人更安心、更像家呢？因为你这个事业的根也扎在这儿，
到嗯这里我们就开始忙活好多的活动啊，对吧？我嗯，们有一个商会组织的 pickleball 的比赛啊，有很多人参加，我们申请一个 booth 要过提去来服供餐食，务大家，对，提供餐食。我们还要办一个to B 的商业店家的一个试吃会，已经对，邀请到将近10位朋友来试吃我们的产品，对吧？嗯。哎呦，还有更远期的，还说哎，要帮一些这些 to B，也就是专业的机构的客户要设计餐食，餐食，然后帮他们一些定制，要帮他们 OEM 一些他们的对，产品。还有近2年来那些关心喜欢我们的 VIP 客户，我们想为他们办一个洽谈怎么样？不是洽谈是 listening session，对对对，对，我就是一个说好玩的一个试吃会，试吃会，就是对，以吃会友来聊聊天、喝喝茶。有一些有意思的人来进行一些经验的分享，都是跟吃有关的。对，我们的新品可以请他先尝试一下。哇，这个已经把7月甚至于到8月要做的活动都撑满了，一场又一场，我都感到哇，有点会不会已经撑得太满了？这个就是回到大马才多少2天的一个真实写照。是啊，我看你也很忙的要死哦。除了我们欧卡欧卡，你还有自己其他事业上面要见的一些新朋友，对吗？对呀，我其他行业的 我 one 就 to 说 one 的这些对啊，线下见面，你再说 YouTube，那我今天已经见了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录影，跟他录了7、8条短影片，我又约他录了一个长影片，无意间发现一个好玩的咖啡馆，居然就在一个村子里的，哇，这已经发生了太多好玩的事情，所以这种心是已经被拉回来的感觉，所以你会感到心安。就像王太讲的哈，我想来和大家重申，我们讲这些真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说你就是黑中国，你就是马吹。哎，世界有这么的简单、对立，这么零和一吗？是上海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生活到原先很安心的，哪怕现在回去，我觉得我的内心跟上海和解了。你也觉得慢慢和父母那些让你原先感到最放不下的一些东西，你也有一些和解，对吧？你刚刚有提到但我觉得这是结吧。因为啊，我回去看了一本书，叫武志红的，这个叫《巨婴国》。嗯我发现有一些烦恼都是来自于说一个叫共生的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其实包含了我们跟中国，还有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共生，就是你好像觉得你离开他不行，然后他好，你才会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巨婴的状态啊。不论是哪一方，应该是分开，然后他分开之后能够过得更好，独立的过上他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彼此之间是一个祝福和放手的关系，这嗯。才是更好的呀。那你会发现，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在这样分开感受自己之后，哦，原来上海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我必须说，这个事情是微小的，但是就是让我们感到什么不开心。我们是希望切换自己的生活状态，我又没有影响到你，对不对？那我们合法的付了钱办理第二家园，生活在我们自己选择的第二家园里面，建立了看到了更广的世界，认识了更多的人和朋友，解密当地的文化，还创立了自己的事业。我们把第二家园过成了第一家园嘛，用你的话来讲，对吧？嗯嗯嗯这才是我们感觉大马像家的地方，也因此就正式的就分享出来，和大家共勉吧，来讲述给大家听。嗯，是。嗯破野共生关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并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想的一模一样，只能够有一个声音、一种看法。其实求同存异也是一种方法。嗯，那我们今天就讲了这3个层次，为什么马来西亚已经从第二家园变成了我们的第一家园啊？那我们呢，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全家呢在大马从上海过来已经生活第4年了希望你可以关注我们，了解我们如何履行我们匹到的使命，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欢迎评论、点赞、转发，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家的关注，拜。拜拜。